如果您最近關注歐洲局勢，一定會發現，在多瑙河畔的布達佩斯，一場足以改寫歐洲政治版圖的颶風剛剛席捲而過。20年，這足以讓一個嬰兒成長為青年。而對於匈牙利人來說，這也是他們與維克托·歐爾班這個名字深度綁定的20年。但在刚刚過去的這幾天，這個被外界視為歐洲最後的強人、普京在歐盟內部的傳聲筒的男人，竟然倒下了。1998年，青民盟成為第一大黨，取得148席。35歲的歐爾班首次出任匈牙利總理，他成為匈牙利歷史上第2年輕的總理。沒想到在2026年的今天，又一位45歲的年輕人取代了這位執政匈牙利20年的總理。要理解為什麼這場大選能在世界引得這麼強烈的關注，我們必須先理解歐爾班和歐盟。歐爾班是怎麼爬上去的，又是如何改變他的立場？歐爾班和俄羅斯有着怎樣的愛恨情仇？還有，受傷的為什麼是烏克蘭？今天我們就來深度復盤這場震驚世界的大選，聊聊歐爾班這位非自由主義旗手的傳奇與落幕，剖析他與歐盟、俄羅斯、美國、中國之間的錯綜複雜，以及匈牙利這個國家將如何在廢墟與希望中走向未來。我們先快速地回顧下匈牙利2026年的這次大選。2026年4月12日，周日的布達佩斯本該是充滿遊客的喧囂，但是晚上7點，計票大廳裡的氣氛足以冰凍呼吸。歐爾班的青民盟本來以為憑借着多年積累的體制優勢、對媒體的掌控以及在農村地區的深耕，可以再次化險為夷。但隨着計票器上數字的跳動，所有人都傻眼了。計票結果顯示，馬扎爾領導的蒂薩黨不僅僅是贏了，而是以一種摧枯拉朽的姿態拿下了議會2/3的席位，138個席位。這意味着馬扎爾將擁有單方面修改法律的超級權力，也就是多數黨政府。本來許多外部觀察人士預測匈牙利可能會出現賄選暴力事件，或者歐爾班會想方設法操縱選舉結果，使之對自己有利。但是當晚9點16分，那個曾經在歐洲政壇呼風喚雨，面對歐盟制裁也面不改色的歐爾班，拿起電話撥通了那個他曾經的內部人士馬扎爾。電話裡，他的聲音略顯沙啞，他承認了這次敗選。這通電話標誌着一個時代的正式落幕。晚上11點，布達佩斯不再沉寂，汽車喇叭聲、歡呼聲，還有照亮多瑙河的煙花瞬間爆發，連接布達與佩斯的標誌性鏈橋被綠、白、紅3色國旗燈光點亮，人們走上街頭就像是過節，甚至有人說，這比贏得世界杯還要爽。為什麼匈牙利人這麼激動？因為對於整整一代年輕人來說，他們的一生中只知道一個領導人，那就是歐爾班。32歲的空中交通管制員奧爾薩格對着鏡頭流着淚說，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這是一種解脫。馬扎爾站在新哥特式議會大廈前，身後是璀璨的燈光，身前是成千上萬的追隨者。他的第一句話就極其硬核，他要求總統、高级法官和首席檢察官全部辭職。在匈牙利，總統是歐爾班的忠實擁護者，他的角色主要為禮儀性的，實際的權力掌握在總理手中。為什麼要求他們全部辭職呢？馬扎爾說，這些人已經把對歐爾班的忠誠置於國家職責之上，他們是威權體制的看門狗。這種開局即決戰的姿態，預示着匈牙利即將迎來一場翻天覆地的去歐爾班化。更勁爆的消息接踵而至，有報道稱，即將卸任的外交部長西雅爾多正在外交部忙着銷毀文件。馬扎爾指控他在銷毀那些關於如何幫俄羅斯規避制裁的秘密檔案。這種電影般的橋段真實地發生在布達佩斯的深夜。歐爾班從上世紀80年代的自由派、自由主義的學生領袖，到1998年35岁時首次成為中右翼保守派总理。2002年失去权力後，他於2010年以親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的身份重返政壇。他的使命是根除自由民主。要理解歐爾班為什麼会敗，我們必須先理解他是怎麼爬上去的，又是如何改變的。歐爾班的故事起初是一個標準的民主英雄劇本。1989年，布達佩斯的英雄廣場，一個留着絡腮鬍的年輕人對着蘇聯軍隊大聲呵斥：“蘇聯人，滾回家去！”那是歐爾班的成名戰。在那一刻，他是匈牙利自由派的希望，是反對 JC 主義的先鋒，是西方眼中的民主新星。1998年，他第一次當選總理，那是他人生中的第一個巔峰。年仅35歲，是当时歐洲最年輕的政府首腦之一。那時的他是標準的中右翼親西方保守派。然而，
2002年的連任失敗对他打擊巨大。在那之後的8年里，欧尔班完成了一场思想上的彻底轉折。他認為單純的自由民主無法保障國家的強盛，甚至會讓匈牙利被西方資本收割。2010年，他捲土重來。這一次，他不再是那個呼籲自由的少年，而是一個深諳民粹主義精髓的政治工匠。2010年4月11日，匈牙利在經歷嚴重經濟危機後，舉行國會選舉第1輪投票。歐爾班領導的在野黨右翼親民盟獲得壓倒性勝利，在匈牙利國會386個議席中獲得206席。隨後，歐爾班政府宣誓就職，歐爾班相隔8年第2次出任總理。隨後，歐爾班開始了長達16年的執政之路。這16年的連續執政，匈牙利經歷了一場溫水煮青蛙式的變革，包括但不限於通過商業手段和法律，讓全國絕大多數媒體都落入親政府人士手中；修改選舉法，讓小党很難抬頭；確保親民盟即便選票不占絕对優勢，也能拿到絕對席位；掌控司法，安插親信進入憲法法院。2011年4月18日，匈牙利議會以262票贊成、44票反對，通過名為《匈牙利基本法》的新憲法。新憲法於2012年1月1日起生效。歐爾班主導的匈牙利議會通過改革選舉制度，議會議員數目由386名減半至199名。議會選舉由2輪投票制改為並立制，106席為單一選區，93席為名單比例代表制，依政黨得票分配席次。區域與全國名單合併為政黨名單，並大幅減少名額，單一選區多於政黨比例代表席次。2011年通過的新憲法同時削弱匈牙利憲法法院的權力，通過降低退休年齡而使不少大法官被迫退休。他公開宣稱，匈牙利要建立的是非自由主義民主。他反對 LGBTQ， 反對移民，鼓吹民族至上。這種作風讓他成為了全球極右翼勢力的精神教父，連大洋彼岸的特朗普都對他讚不絕口。歐爾班不僅在匈牙利國內是個話題人物，在國際舞台上，他更是著名的刺頭。他最擅長的就是在大國的縫隙中左右橫跳。自2010年歐爾班再度就任總理以來，在國際關係上，歐爾班政府與中國、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等國家關係緊密。在歐盟內部，歐爾班是公認的普京最好的朋友。當歐盟其他國家都在為烏克蘭戰爭捐錢捐坦克時，歐爾班在做什麼？他在布魯塞爾行使否決權，阻撓對烏克蘭900億歐元貸款和援助資金。他在基輔陷入激戰時，派外交部長西雅爾多10幾次訪問莫斯科去談能源合同。甚至在去年10月，他與普京通話時竟然說出“我隨時為您效勞”這樣的話。這種姿態讓整個歐洲感到背刺。對他而言，廉價的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氣是維持匈牙利國內福利、保住選票的經濟命脈。在西方陣營裡，歐爾班唯一真心崇拜的可能只有特朗普，兩人有着極高的相似度，都喜歡攻擊建制派媒體，都對移民極度反感，都推崇本國優先。大選前，特朗普公開為歐爾班背書，而歐爾班也將匈牙利的命運壓在了特朗普的回歸上。但這次大選結果給了特朗普一記響亮的耳光。當歐爾班敗選後，特朗普在機場面對記者的提問，只是轉過身去，沉默不語。這不僅是歐爾班的失敗，也是全球民粹陣營的一次重挫。值得一提的是，在歐爾班的向東看戰略中，中國佔據了極其重要的地位。在很多歐盟國家對中國投資持觀望甚至敵視態度時，歐爾班卻張開雙臂歡迎。他讓匈牙利成為了第一個加入“一帶一路”的歐盟國家。2020年，匈牙利從中國貸款18.55億美元，用於建造匈塞鐵路。2019冠狀病毒並疫情爆發後，歐爾班政府率先採購中國制造的疫苗。歐爾班本人還親自接種了中國國藥集團生產的疫苗。2021年5月，匈牙利政府阻止了歐盟外長發表的一份旨在谴責中國推動2021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的聲明。此外，歐爾班還推動復旦大學布達佩斯分校計劃。2022年8月，中國電池巨頭寧德時代正式宣布在匈牙利東部城市德布勒森建設電池工廠，規劃產能為100吉瓦時，投資金額73.4億歐元，為匈牙利帶來了大量的就業和技術。歐爾班認為，歐洲正在衰落，未來的重心在亞洲。這種務實到近乎功利的做法，雖然在外交上讓他陷入孤立，但在經濟上確實為匈牙利爭取到了一段時期的發展機遇。
歐爾班曾是歐盟開拓者和愛國者黨的幕後推手，這個黨現在還是歐洲議會的第3大黨。這次選舉的結果也標誌着歐洲民族主義陣營的失敗。歐盟對歐爾班的反民主行徑早已忍无可忍。作為懲罰，布魯塞爾凍結了原本屬於匈牙利的200多億美元資金。這筆錢對於財政吃緊的匈牙利來說就是救命稻草。但歐爾班非常硬氣，想要我放開媒體，想要我接受難民，沒門。這種僵持導致匈牙利經濟在過去2年裡陷入了停滯。在歐盟的大事決策中，歐爾班最常用的武器就是一票否決。制裁俄羅斯，我否決；給烏克蘭900億歐元貸款，我否決。這種勒索式的外交讓歐盟其他26個成員國恨得牙癢癢。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甚至多次暗示應該修改規則，取消外交決策的一致同意原則，直接把匈牙利這種不合群的聲音給屏蔽掉。這次馬扎爾勝選後，馮德萊恩在 X 上發的帖子充滿了掩飾不住的欣喜。他說，匈牙利選擇了歐洲，歐洲也一直選擇匈牙利。言下之意是，那個搗亂的人終於走了，咱們終於能好好商量正事了。很多人可能會問，既然歐爾班這麼強勢，甚至在某些方面搞得不錯，為什麼會被趕下台？這是因為歐爾班的超級多數席位讓他可以毫無阻攔地通過任何法律。這種權力帶來了絕對的腐敗。在透明國際的排名中，匈牙利已經跌成了歐盟最腐敗的國家。歐爾班的朋友、家人，甚至是他的發小，一個個都成了億萬富翁。他的女兒和女婿積累了龐大的房地產和酒店帝國。在大選失利後，他們竟然被爆出已經悄悄移居紐約，帶走了巨額財富。這種富了小圈子、窮了老百姓的局面，是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為了在大選中勝出，歐爾班在選前瘋狂撒錢，給母親免除終身所得稅，提高養老金，提高工資。這種買票行為導致第1季度匈牙利政府出現了驚人的赤字。現在，匈牙利的主權信用評級正徘徊在垃圾級的邊緣。匈牙利的貨幣福林一度暴跌，通脹讓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惡化。當歐爾班忙着和普京、特朗普握手時，匈牙利的医療、教育、公共交通卻在迅速破敗。醫院裡缺乏基本的醫療物資，學校裡的老師因為薪水太低而罷課。馬扎爾正是利用了這種民憤，他深入到最偏遠的農村，告訴那些曾經支持歐爾班的人，看，他在布達佩斯享樂，而你們連像樣的診所都沒有。現在馬扎爾贏了。現年45歲的馬扎爾曾經是執政黨內部人士，現在他成了匈牙利的救星。他面臨的是一個支离破碎的攤子，但他手裡有2樣武器可以使用，分別是民意和2/3的議會席位。雖然馬扎爾還沒有上任，但是已經列出了他上任後準備的第1把火。他承諾迅速通過反腐敗立法，修復匈牙利與歐盟之間緊張的關係，並解凍因貪污和法治問題而被歐盟扣留的超過200億美元的資金。這是他當前議程的首要任務。另外，匈牙利必須在8月底前提交已完成的歐盟資助項目的收據，才能獲得歐盟疫情復蘇計劃的資金，否則布達佩斯將永久失去超過100億歐元的贈款和貸款。馬扎爾表示，首要任務是通過一項新的預算，使國家財政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這也將是最終採用歐元的第1步。而歐爾班曾堅決反對歐元，他還計劃修改憲法，規定總理任期不得超過2屆。這意味着歐爾班以後再也無法捲土重來，也限制了第2個歐爾班的出現。他要追究那些侵吞國家資產的超級富豪的責任。馬扎爾已經宣布，他的首訪目的地不是莫斯科，而是華沙。他要修復與波蘭這個歷史盟友的關係，並向布魯塞爾示好。關於烏克蘭，馬扎爾的表態非常微妙。他表示不會阻撓歐盟對烏克蘭的貸款，但他堅持匈牙利不承擔財政支出。這其實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折中方案，既討好了歐盟，又安撫了國內对戰爭感到恐懼的民眾，還不需要出錢。此外，他們還計劃取消此前享有特權的汽車和電池行業的巨額稅收減免。比亞迪和寧德時代在匈牙利的工廠會將受到影響，這最終能夠降低包括銀行業在內的其他行業高額專項稅。馬扎爾勝選的消息一傳出，匈牙利貨幣福林對歐元匯率直接衝到了4年來的最高點。市場在用真金白銀為他投票，但他面臨的挑戰依然艰巨：如何削減巨額預算赤字？如何平衡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如何在中美歐之間尋找新的平衡點？歐爾班的16年是一個關於強人政治如何通過合法手段逐步侵蝕民主制度的經典案例。
他曾試圖證明非自由主義可以比西方那套玩得更轉，但在歷史的長河中，民意終究是無法被永遠壟斷的。當馬扎爾在演講中引用匈牙利民主化後的第一位民選總理安塔爾的話說：“只要对國家有用，我就會一直效力下去”時，人們看到的是一種回歸。匈牙利選擇了重返歐洲，選擇了告別強人。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也是一個充滿不確定的新時代的開始。多瑙河的河水依舊靜靜流淌，它見證過帝國的崩塌，見證過獨裁的興起。而今天，它正見證着一個民族在傷痕累累之後，再次試圖握住自己的命運。好了，我是瓦力，感謝您的收看。如果您对匈牙利欧尔班有什麼想要分享的觀點，歡迎在評論區留言。如果你對這類內容感興趣，也請關注我們。我們下期再見。